在韩国用的汉字是有样子、声音、意思。我有一个字打错了，我打的那个过不是台湾标准字体。如果韩国人去台湾旅行，会看得懂台湾招牌或者菜单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英璇。今天的主题是因为韩国以前用正体字，所以学习中文很简单吗？的自己的想法。首先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韩文词汇的组成。韩文的词汇是由固有词、汉字词、外来语组成的。固有词跟汉字词的差别是，固有词是不能用汉字标记的纯国语，汉字词是基于汉字而造的词。比方说，固有词是아버지，汉字词是부친，父亲。根据1999年的统计，固有词占韩国词汇的25.9%分，汉字词占韩国词汇的58.5%分，外来语占韩国词汇的4.7%分。这个统计是20年以上之前的，目前的比例应该有些不同吧。总之，我想说的是，汉字词的比重很大。在韩国用的汉字是由样子、声音、意思，由样子、声音、意思组成。比方说，家前面的字是指 home house 家的意思，后面的字是指家的发音卡这样的概念。除了一些特别的字以外呢，一个字具有一个发音。我在台湾教韩文的时候，也会提汉字词说明一些单字。学这个字在韩国念학，学校是학교，学生是학생。那先给你们说起是기，那学起是怎么念呢？回答是학기，这样教过。不过我因为以前学过汉字，所以学中文的时候有些字有一点搞混。鸡跟旗中文的发音不一样，但韩国用的这两个字的发音一样。기，我背中文词汇的时候，我的头脑里有一点苦恼。后来呢，我学习的时候，我头脑里分开想了。那我给大家介绍，在一样的汉字文化圈才能发现的词汇的共同点跟差别。第一，一样的汉字跟发音。化妆室、化妆室、完成、完成、美术馆、美术馆等等。第二，一样的汉字，但是相反的。妇产科，韩国是产妇人科，妇产、产妇，相反的。第三，有一点不一样。家人，韩国是家族，我们不会用家人。先生，在韩国先生是老师的意思。由来，来由，听说中文两个都 OK， 但是韩国只用由来。星期，台湾是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这样子，但是韩国倒是说月曜日、火曜日、水曜日这样子。第四，完全不一样的用法。中文的结实是坚固、强壮的意思吧？在韩国，结实是成果的意思。在韩国非常是不是平常的紧急的那种名词跟形容词的用法，没有中文的很一样副词用法。第五，中文没有的词汇，案内，这个中文没有的词汇吧。我以前用过案内的时候，台湾人问我那是什么意思。案内是说明、介绍、通知、引导的意思。
第6，标准字形不同。看国家他们标准字形规定，虽然用正体字，但一些汉字的样子不太一样。我以前有上过在台湾掉手机，后来找回来的影片，有一位台湾网友告诉我有一个字打错了，我打的那个过不是台湾标准字体。其实我还是不知道我为什么打错了。因为我输入中文的时候一定会设定台湾的正体字，而且韩国也会用一样的字体。反正有些汉字按照国家标准字体规定有所不同啊。那韩国汉字教育怎么样呢？韩国有全国汉字能力检定试验，有特级，然后1到8级的等级，8级是最低的，3级以上是公认级数，有点难度，所以在就职时有加分之类的帮助。我觉得有难度的考试也是对台湾人来说蛮简单的吧。那在学校汉字教育怎么样呢？在韩国对汉字教育政策到现在为止议论纷纷的，一旦2020年标准说明好了吧？国中跟高中有汉文课，但就是看学校的教育规定，学校会把汉文课当成选修课或者正式教育课。这意思是不是所有的学校教汉字？目前在小学校，汉文不是必须要教的科目，但是小朋友们通过放学后的课或者私人教育学习汉字。韩国特别对小学校的汉字教育议论纷纷的，所以不知道明年又怎么会改变。对我小时候受到的汉字教育而言，我小学生的时候通过私人教育学过基础汉字，然后我国中的时候在学校上了汉文课，没有在高中上汉文课。如果韩国人去台湾旅行，会看得懂台湾招牌或者菜单吗？其实我不知道跟我不一样的年龄对汉字多么了解。我可以跟我一样的年龄标准说明，20岁到39岁，如果给他们看台湾牛肉面的话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。如果他们有去过台湾旅行的话，应该知道台湾这个词，但是没有的话可能会看不懂吧。如果在学校受到汉文教育，如果他记得一些词，那他们看得懂牛肉。可是我觉得看不懂汤的几率很高，虽然汤是台湾人常用的日常用语。我发现了汤这个字在韩国汉字检定3级会出题的，真的有难度耶。韩国人除非自己的名字是纯国语，都具有自己的汉字名字。我的名字金英璇是爷爷给我起名的。目前不少年轻人不会写自己的汉字名字，但是我们很少机会写自己的汉字名字，所以不能写也没什么难事。但我还是希望练习写自己的汉字名字，因为自己的名字吧。结论，虽然韩国以前用汉字，现在韩国用我们的字韩文한글，我们已经用韩文很久了，我们用习惯了。对目前的韩国年轻人而言，学习中文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一样的汉字文化圈，所以有影响。但是中文是中文，影响没有比想象中那么大。希望大家看我影片以后，了解一些韩国用的汉字是什么样的。这部影片里的想法是我个人的意见，千万不要误会所有的韩国人的汉字程度是那样的。那今天的影片是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呀。